我是一位来自山东的90后，也是一位准爸爸。在2个月后，我的女儿将出生了，所以说我回到了家乡。今后的日子，我会用抖音记录我的生活，记录她的降生，记录她的来临。许久不入人，院子里的落叶比较多。我今天主要就是把叶子扫一下，然后想想看怎么把院子给收拾一下。毕竟小生命的降临，院子也得有点新的面貌。前面的亭子是我用以前的那种老床，然后做的一个亭子，然后现在感觉不是太大，我计划明天把它给拆掉，然后卖废铁，看看能不能用卖废铁的钱买点东西，把它重新搭一个。其实我在网上已经比较中意了一个亭子，特别漂亮，但是那个比较贵。多次和老婆友好协商，她都不同意我买，因为那个太贵了。但是我特别的喜欢。在家里大事一般都是我说了算，但是我老婆说了，事情是大事还是小事，她说了算，我也没有办法。然后今天计划把这个棚给拆掉，爬上去之后发现不得了，上面全是土，以前的东西也都坏掉了。这个棚建了有2年了，当时我和我那个小伙伴，我们搭了2天。然后现在拆的话，感觉心里还挺心疼的。拆到这时候，我就发现这不是我一个人能搬得了的，我只能把上面的土清理一下，太重了，100多斤扛不动。然后旁边的2个支架，当时是我们2个举起来的。总重量得将近得400多斤吧，我真的搬不了。刚刚出去买菜的时候，正好碰见了我那个发小。其实怎么说呢，我们以前没有结婚的时候，就是说无忧无虑，快快乐乐。结了婚之后呢，就有了责任，有了负担。他要去上班，早9晚5。我说晚上几点回来？他说得5、6点。其实成年人的社会特别苦，特别累，只能自己扛，没有别的办法。这一颗不知道叫什么东西，然后它的那个叶子特别的尖，不小心扎到了手，这个疼了钻心的疼。当时我们这边在修路，然后推土机要把这边的所有东西都要推掉，然后呢我就看到了这颗小东西，然后我就把它带回来了，没想到竟然活过来了，然后被它无情的扎了一次又一次，就不下10次了。这就是院子暂时的样子，这个棚我是真的拆不掉的。去做饭，下午继续。我们老院儿，然后老院一般都是父母回来住的。这边有一个推拉门，已经坏了很久了，一直没修。昨天呢，然后把那个坏的拆下来，然后买了一个新的，打算装上去。但是这个装上发现和我想象中的不太一样，有点麻烦。我比较喜欢养花，但是一般情况下养的比死的多。然后冬天来了嘛，就打算把这个门修一下，然后把门一关，里面就像一个小温室一样，这样花能过个冬。上年的时候，我是在外面搭了一个那个暖棚，也是费了不少心思。但是第一场雪来了之后，我那个棚就塌掉了，然后里面的花也几乎全部死掉了。搭那个暖棚的时候，我还特意做了一个视频，我等会儿我把那个视频找到，然后我也发出来让大家看一下。本来今天计划是把那个小凉亭给拆掉，但是一个人拆不掉，没办法，所以说就算暂停。明天我打算把那个外墙的漆重新刷一下，我也准备好那个打漆棒了，然后加上喷枪，先喷一遍墙固，然后再喷一遍那个墙面漆。工程也不大，明天应该能搞好。今天的工作就完成了，大家明天见。这个是我们前面的院子，这个院子基本上就是平时种菜，特别的杂乱，然后平时没打理过。这次想把这个院子改造一下，然后更适合居住吧。这棵树是一棵桃树，也今年的时候，它那个树干上面被那个虫子咬了，当时没在意，
后来没想到把皮全部吃掉了，然后它就死掉了。这个院子里面有桃树、有梨树、有枣树、有石榴树，还有山楂树。对了，还有一棵杏树。虽然说这棵桃树死掉了，但是旁边还有一棵。打算把这边清理一下，然后把那些果树的枝条该修剪的修剪一下，然后地面需要走动的地方给硬化一下。我还想挖一个鱼池，但是这个工程比较大，需要排到最后了。大家可以在视频的前面能看到，我们这边有个老的门楼，这个门楼是80年前做的。这个门楼怎么说呢？承载了我们家4代人的过往吧。但是它现在出现了问题。前段时间我们这边连续下雨，下了将近10来天，然后它那个墙两边的墙是土坯做的，有一边有点塌陷了。我感觉如果再下雨或者下雪的话，它可能就撑不过去了。正好今天姑父来了，然后他说这个需要修，如果修的话成本比较高，或者是把它改一下，把它给拆掉，然后建一个大门。就到这里吧，我去接老婆下班，再见。小院的第4天，本来今天计划是把那个墙面喷一下漆，但是那个空压机坏掉了，这要推到明天了。今天就打算把这个院子里面的杂草给清一下，本来以为是除草，谁知道是砍树。这个桃树种了有10年多了，然后每年都结特别多果子，而且特别好吃。但今年是因为那个树干被虫子咬了，我们没有在意，后来那个虫子就把所有的树皮全吃掉了，然后它就死掉了。今天把它给锯下来了，但是锯的时候竟然在树的中心发现了一个小虫子，肉嘟嘟的这虫子，一定是因为它这棵树才死掉的，所以说我就把它给踩死了，替这棵树报仇。这个院子几乎没有打理过，一般情况就是在空地上面种点菜，然后又不在家，然后就是姑父还有姑姑他们就种点菜，然后我们过年也能吃一些。这次回来了也不打算出去了，然后就想把这个院子好好收拾一下，种菜的地方种菜，不种菜的地方呢搞得好看一些，搞个鱼池，然后或者搞个小亭子之类的，好好弄一下，然后特别漂亮。然后我把这个草拉到一边去之后，感觉特别美，这个就先保留一下。回头问一下那个邻居，看看这个墙面能不能给它喷一下漆，这样能好看一些。这棵就是我们仅剩的一棵桃树，它是自己长出来的，但是今年也结果子了，也没有办法，只能指望它们吃上桃子了。这上面特别多的那个草，我们老家伙叫拉拉秧，拉到身上特别疼。这一个是梨树，上面爬了也到处都是。把所有的杂草全都放在一起，把能用的树枝留下来，冬天的时候烤火用，能用的全部堆在一起，让它晾晒一下，明天全部把它给点着，这样还能给地做肥料用。就到这里吧，各位麻烦点一个赞，然后下课，再见。这是改造小院的第5天，我心心念念的墙体改造终于开始了。这个墙还是我和我老婆结婚那一年喷的，然后2年过去了，当时也没有做什么防护，所以说喷了之后不到1年，这些漆就大部分就脱落了，也可以说是反潮冲下来了。然后这一次我是做足了功课，我在那个漆里面加了那个乳胶液。这次改造主要是因为我们家小宝贝还有2个月就要出生了，给他一个好的栖息的环境成长也是必要的。其次呢，就是说我也希望我自己能忙里偷闲，然后给自己点时间休息一下。我们家在浙江宁波是从事企业行业，在1、2线城市，感觉人就像上了发条一样，不停的工作，循环往复。哎呀，衔接绷得特别紧。然后回到家乡之后，就感觉有一种安逸，这种安逸是没有任何语言可以形容到的一个感觉。收拾院子也是变相的解压，这样可以让自己放松一些，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，然后完成之后也会有一种别样的成就感。
今天因为种种原因，只把这一个墙面给做好了，明天还得需要再弄一天吧。这就是我今天的成果，感觉还是不错的。喜欢的朋友可以点个赞，关注一下。改造小院的第6天，今天继续给墙面刷漆。我们这个院子分为老院、新院和前院这3个部分。这个地方是新院，这个院子的墙体改造今天就算完成了。我会在视频的最后放一个全景照片，大家一起看一下。在我们农村，不管是院子怎么样，都可以生活，只是说收拾一下，生活会变得精致一些，然后心情会好一些。正所谓一回生二回熟。第2次给墙面刷漆，感觉这次没有难度，简单的处理一下，然后把漆喷上去，这样就可以了。虽然说一句话的事儿，但是整整做了一上午。这个小凉亭是用铁床做的，一开始打算把它拆掉，但是后来又没拆。然后呢，我还是想买一个凉亭，软磨硬泡，老婆也同意了。她说你可以买个凉亭，然后给我买根金条。迫于无奈，也只能同意。我现在在想，我那个凉亭到底是放在这个地方好啊，还是放在我的前面的院子？一开始只是打算把老院和新院给收拾一下，但是看到前面那个院子之后，我有了新的想法，我要把前院搞一下，搞个凉亭，然后搞个鱼池。这就是今天一上午的战果，感觉还是可以的。希望大家能点赞一下。今天就到这里吧，下课再见。好，今天是改造小院的第7天。今天把厨房里的灶台给改了一下。平时做饭的话，一般都是用煤气，这个地锅其实也有，但是很少用。但是这个煤气这个地方老是感觉不舒服，今天用这个大理石把它整体给改一下。这个东西是第一次做，做好之后发现有很多地方不足，但是也没有办法，毕竟要交学费，拆了太浪费钱了，所以说就这样先用着吧。总结一下，这个大理石全部是用胶水来粘，用胶水和那个气泡胶，别的没有什么东西，粘的还是挺牢固的。一开始需要设计一下，当时没有想，直接就上手了，但是装到一半发现有的地方不对，但是只能将错就错。感觉这个很简单，计划的是一上午就做好，没想到也做到了晚上6点还没有完成，明天还得继续收拾一下。这个灶台其实很早就想把它改一下了，因为我和我老婆2个人住，做饭不能说简单吧，因为孕妇需要吃的丰富一些，感觉环境不好，做饭的心情也没有。其实做饭这个东西，干一行爱一行，只要喜欢做，感觉味道还是可以的。如果是应付着做的话，做什么都不好吃。不管是墙面的刷漆，还是改这个灶台，其实都是第一次搞。过程还是比较复杂，但是做好之后回头看一下，这个是蛮有成就感的。年轻人其实能做的事情并不多，把自己想做的事情做好，然后上有老下有小，这个日子其实最好的时候，但是也最累的时候。我坐下来想一想，想想以前，回味一下，然后绽放一下未来。其实人生的路还是特别长，特别好走的。主体已经完成了，只是胶水还没有干，到明天把背面角角修一下，然后把墙壁再贴点瓷砖就可以了。感觉今天是最累的一天，但是还是比较有成就感的。最后放一个对比的视频，希望大家能点个赞。今天就到这里吧，下课。
天是改造小院的第9天，一大早安装空调的师傅就来了。客厅里的空调安装好了，我们到冬天就可以抱着小家伙在客厅里玩了。预产期还有42天，他就要来到我们的身边了。我的心情既期待又担心，期待他的来临，担心有些地方照顾得不到位。当然了，我的承诺是尽我所能跟你最好，但是我也是第一次当爸爸，咱俩谁也别惯着谁。在打孔的时候，第一个位置是我指给师傅打的，但是位置有点不对，然后呢，我又厚着脸皮让师傅又打了一个，这次位置就很不错。然后呢，这个空调外机我故意安装的矮了一些，这样的话上面可以放平时的东西或者花场之类的东西。下的鹅卵石台阶其实是我自己铺的，但是当时没有录视频，有点遗憾。当时买空调的时候想的是买的挂机，但是还是立式的比较大气一些。空调也安装好了，下一步就要改造卫生间了。下午去市场把卫浴的东西买过来，准备开始收拾。墙上的这个画是我小侄子给画的，是不是很漂亮？羡慕羡慕。今天的上午的工作就完成了，希望大家能点个赞，收藏一下，谢谢，再见。改造小院的第10天，今天把前面院子里的杂草给清理了一下，现在已经在联系那个制作假山的石头，还有那个凉亭都联系的差不多了，把院子收拾一下，然后看看应该怎么摆，或者是画一个草图。院子里的这个门楼承载了我们3代人的记忆，真的是不舍得把它给拆掉。觉得它已经坚持不下去了，不拆也没有办法。预计明年开春的时候把这里修缮一下。今天就到这里吧，希望大家能点个赞。再见，下课，拜拜。今天什么都没有干，逛了一下花卉市场，这里什么花都有，但是全部都是不过冬的，只能放在室内，没啥意思。然后又去了石材市场，这里别的石头没有，全都是钟乳石。老板说这里的石头每颗都在几万到几十万不等，我这只能做小假山的，只能看一看，然后就只是看一看，然后就回去了。今天就到这里了，再见。帮小宝贝做一个婴儿床，自己做的话比较有意义。你也顺便把那个卫生间里的马桶还有那个洗手池也买了。那网上买的那个沼气池明天也会到货。明天开始我就要大干一场了，明天先把那个卫生间收拾一下，然后就给小宝贝做一个床。这个马桶当时是2个师傅给装上去的，感觉他们拿的特别重，没想到我一个人就可以把它卸下来，我真是太厉害了。这一颗呢是金银花，他们说的寓意特别好，有金有银有钱花，感觉是挺漂亮的一个老庄。那时候我喜欢多肉，但是感觉已经过了玩多肉的年龄了，现在开始玩老庄，看看能不能学得会吧。这些时间呢，我有时间就会把前面院子里的树给修剪一下，因为前面院子里的凉亭和假山也要开始计划上去了，所以说要把地方都整理一下。整体来说，整个院子的工程量还是比较大的，就是看能不能完成了。听说明天要零下2度，也不知道真的假的。今天我要给我们家即将出生的小家伙做一个婴儿床。买木料的时候感觉做个床嘛很简单，但是没想到一动手就感觉有点懵。老话说得好，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嘛。看来都买了，不干也得干呀。先需要画一个草图，来算一下需要木料的长度，我就开始锯它。婴儿床是可以买得到的，但是我想如果自己做一个的话是比较有意义的。锯好之后把边边角角再打磨一下，这样的话安装的时候会紧密一些。但是就坏在这个但是上，这锯好之后该怎么装呢？一头雾水。算来算去，左看看右看看，左看看右瞧瞧，我们就不解说了，大家自己看吧，真是太累了。
时候发现木头不够，然后我就出去买，但是我们这个地方竟然买不到，因为我用的这个是防腐木，只有我们这边有一个市场才有，但是那个市场离这边特别远，今天只能到这里，然后就下山了。大家好，今天是改造小院的第14天，今天在小院的后面挖一个化粪池，但是我拿铁锹刨了2下，但是真的刨不动。然后我们的中国好邻居就上场了。都说远亲不如近邻，这句话一点都没错。中午去找他的时候，我敲了敲门，然后门打开了，突然窜出来一个大家伙，养了一条阿拉斯加130斤。当时我的第一反应就是，今天不来一口可能过不去。但没想到的是，这个小家伙，不对，这个大家伙，真的是特别温顺。经过1个多小时的马路，总算是挖好了。如果我是用铁锹自己挖的话，可能需要挖到3天左右。这个地实在是太硬了。然后就是坑底找平，把地面找平整之后，把桶放进去，然后拿连接管连接起来，这样化粪池就完成了。这个地方呢，我还需要再弄一个卫生间连接下水道的污水管，需要再引一个自来水水管连接到室内。要黑了，今天的任务就是把化粪池给做好，然后把土大概的给填平一下。今天就到这里吧，下课再见，记得点赞哦，拜拜。
变成了这样。制作方法也非常的简单，有不懂的可以去看我上一个视频。今天的话就是大体的摆个位置。制作的过程应该是先铺一层土红布，然后呢再铺一层防水膜，但是我们这边买不到，所以说我就用了那个大棚的那个塑料纸，铺了2层。卖塑料纸的大爷信誓旦旦的告诉我，这个布用3-5年绝对没有问题。这个地面我不打算硬放了，所以说我就铺了一层假草皮。然后重要环节来了，放鱼。前面这2条大的买了2个多月了，活蹦乱跳的。重点是我后面这2条小的，这2条小金鱼我养了将近1年多了，不知道是它命好还是我养的好，竟然还活着。这就是我花了2天的时间制作的小鱼池，做的不好，请多批评指正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希望大家可以给我点个赞，收藏一下，谢谢。大家好，我是小思。昨天放进去4条金鱼，太小了，都躲在石头缝里，什么也看不到，所以说我又买了2条大家伙。一般情况下做鱼池都是为了养金鱼，而我不一样，我是为了吃，所以说我就买了2条能吃的鱼，看它们运气。如果是它们活得好，我就慢慢养着它，等它胖了我再吃它。如果它运气不好，明天就挂掉，那明天就有鱼摊了。这个鱼池还差一个过滤，我在考虑到底是买过滤箱啊，还是买过滤桶，这个东西很纠结。今天带老婆去做了产检，然后39+5，按理说应该已经入盆了，但这小家伙还在入盆中，很稳，可能还要再拖个2-3天吧。按理说应该是1月2号就可以出生了，但是我怎么感觉它很会要
做路面的材料考虑了很久，非常喜欢石板和火山石板，但价格太贵，需要100多一个平方。而我拉回来的水泥板长1米宽半米，1块7块钱，也就是2块一个平方，1个平方14块钱，比好的材料便宜了10倍，相当耐撕。花小钱办大事，我拉回来了25平方，花了350块钱。1块石板单重大概是30斤，里面有加强筋人或电动车在上面顶压是没问题的，但再重一些的，一压就碎。现在测量的位置是做凉亭的位置，因疫情原因无法送达。我们知道凉亭的长宽高，把它们先留出来位置，然后进行下一步的工作。下一步我们需要用石板铺一条小道，蚊子太多了，扛起药桶打点敌地位，果然效果很好。铺设地面，我们计划是一步1块水泥板，左右交替铺设，这样的感觉好看一些，起码比石头铺好看。这就是不是好的效果，只是大概放了一下位置，下面需要用沙子再铺一下，这样能确保每块砖的稳定性。感觉还没干什么活，就这样一上午就结束了。下午我们又拉回来了一些麦冬草，种在小路的两边，因为我们这边属于北方，冬天特别冷，一般的草皮都不适合生长，唯独麦冬草一年4季常绿，而且还能开出紫色的小花，特别好看。首先我们先计划好位置，然后就挖个坑，买点土，数个12345，开整现在的速度是我们麦冬草种好，已经天色暗下来了，也来不及给大家拍整体效果。明天凉亭就能到了，又期待又激动到明天给大家拍整体的效果吧。能看到现在的绝对是老铁，希望大家可以点个赞，关注我一下。明天亭是来自于我们宇宙中心曹县，今天刚解封就送来了，不光是销售小姐姐来了，很荣幸的是他老板也过来了，说了大家可能不信凉亭这一套不到3000元。选这款凉亭的原因是它自带一个葡萄架，正好我搭建凉亭旁边有一个葡萄树，正好是很好的搭配。凉亭还自带一个双人吊椅，闭上眼想一下清风一吹，坐在吊椅上是多么的惬意。话不多说，开始组装，安装图纸足足7页，研究明白开始下手。先来一个桌子练练手，安装倒是不困难，只是一个人做有些吃力。现在温度太高了，受不了。下午天凉快了，我把小个子拉过来当苦力。好了，我们开始搭建凉亭的主体。在外那么多年的奔波，女儿出生后，突然生活的节奏变慢了。非常喜欢看的综艺节目是《向往的生活》，里面何炅老师和黄磊老师节目里的田园生活是我所向往的。正好家里的院子空着，就让我改造小院的想法像种子发芽一样，在我心里扎下了根。落叶归根，早晚都要回来。时间过得真快，天色暗下来了。想到居然那么难，干了2天还没完成，主要是天气太热，只能早上和傍晚工作，中午的时候摸这个架子都烫手，能煎鸡蛋的那种烫。凉亭主体终于搭好了，下一步给凉亭搭顶棚。顶棚真的是翻车了，真的是装到崩溃，最后足足装了1个半小时才装好了，但还是有点瑕疵，整体装好后再修吧。真的不想再碰顶棚了。接下来就是葡萄架的组装，也是我最喜欢的，就是因为喜欢这个葡萄架才买的这个凉亭，上面还自带一个双人秋千，旁边的葡萄树正好能爬上葡萄架，真是完美。凉亭整体用了3天时间了，明天可以画上句号了。感谢大家观看，希望大家可以点赞关注一下，谢谢大家。顶终于搭建好了，整体效果还不错，以前院子是这样的，现在变成了这样。凉亭搭好了，后面开始收拾一下，先铺上1层红砖，清理地面的杂草。我这个鱼池荒废了半年多了，收拾一下，边边角角都打扫一下，水泥板挪一下，把这个角落也腾出来，铺上水泥板。好了，大功告成，今天就到这里了，感谢大家观看。我想把它改造成我喜欢的样子。今天继续铺菜园的水泥板，开干。
谢大家观看，谢谢，明天见。这是爷爷留下的院子，一直荒废着，我想把它改造成我喜欢的样子。今天任务：装秋千吊椅，开干！今天完工和以前对比，感谢大家观看。